肖总。哎呀，导演，为了一个实习生的位置就色诱，是不是有点逻辑不通啊？哎呀，薇薇，你管他逻辑通不通呢？原著就是这么写的。我们这个本子一定会火，10分钟之内上重头戏，照着演。来，我们重来，灯光，第1集第3场，色诱霸道总裁。哎，薇薇啊，等一会儿你一进来就靠着门摆 pose，OK？ 好，机器来，过去来，随你发展。1级团场1进2次。对。肖总，听说你们公司在招聘实习生的位置，你看我合适吗？那我得试试才知道。闻得好，换个角度，再来一次。我怎么能做这么羞耻的梦呢？赶快忘记，赶快忘记吧。上班穿什么呢？幸好来的时候跟老娘选了几件新衣服。薇薇，你已经到帝都了吧？是啊，昨天晚上到的。这么突然跑去帝都实习，是不是家人有约，寂寞难耐呀？没错。所以你千万别过来当电灯泡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有异性没人性。和你开玩笑呢。我也跟你开玩笑的，薇薇。你这么贤惠的人，肯定已经把小林的家打扫干净了吧？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？是啊，不过怎么办？我忘记打扫你房间了。不会吧，薇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善良？和你开玩笑的，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，赶快来吧。不错不错，那我决定提前点回去，跟你哥哥2人世界，顺便实个习。哎，你到了告诉我，我去车站接你。那我挂了，上班去了。怎么看起来像情侣装啊？好巧啊！我要不要上去换件衣服？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让他们以为吧。走吧。我去了以后做什么呀？你喜欢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要没事干就行。手游最近在做测试，你去做几天，等熟悉了整个公司，我再安排别的事情。于公正好在这2个部门都有工作，
你跟着他。是的 ，boss。哎，你先进去吧，等会儿我自己找于峰就行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害羞嘛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老大，这不会就是咱们公司的新员工吧？是实习生。老大？难道这是大神在公司的称呼？啊！老大，难道你们？你们公司的画风就是这样？是程序部的，你以后尽量远离他们。阿爽以前有恐女症，在夫人面前免疫啊。这么浮夸的演技，肯定是表演部的。老大带着未来老板娘来公司上班了啊！真的假的呀？老板已经私定终身了呀，我还准备把我妹妹嫁给他呢。你可以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，哥哥我可是单身哦。边儿去边儿去，我不能把我妹妹嫁给好人家，也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啊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有见过那么帅的火坑吗？老大来了，已经到门口嘞。薇薇，刚从家回来就来报道啊，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你带着微微熟一下整个公司，我有个电话会议，你跟着他，完成新手村任务。好。哎，老三，那合着我是新手村的村长啊？村长，交给你了。薇薇师妹，跟着本村长。本村长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。咱们公司啊，主要是以开发为主，所以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就分为5个部门：程序、策划、测试、美术与行政。这个是我们的美术部，他们的人最多也最狡猾，现在在抓 NPC 的原型，连我这种长相都不放过。你是说用你做 NPC 的原型？那很好玩啊！那这个 NPC 的原型是望春楼的老板呢？啊？而且名字叫做如花。他们最近呢，在做望春楼的 NPC 原型，所以说，我一定会远离他们的。这个是策划部，主策划呢是你的老公，还有剧情策划与数据策划，其他人是师兄弟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哇，不是吧你？我不就叫了一声老公吗？不就是老公？啊，师兄，我是在想，以后要不要告诉师嫂，你想嫁富婆？你这样就不可爱了。哎，我刚刚怎么听见有人管大神叫老大呀？对啊，还有叫萧哥的。黑社会啊？唉，其实我们搞网络的吧，跟黑社会也差不了太多，每天都是起早贪黑。再说了，你看，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对吧？那你说要管老三叫总经理，啊，肖总什么的，多俗啊！对了，程序部我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，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最牛的部门。A 组号称3大神手。大神？你老公不算。除了他以外 ，A 组还有3个人。看见那个了吗？村头的那个。哎，这个不是郝梅师兄的朋友，烧菜很好吃的厨师吗 ？Yes， 但他还有一层身份，著名的黑客 KO， 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国内数1数2的顶尖黑客。
难道就是他。你骗人的吧？骗你我是这个。人呢是老三招进来的，据说啊他们两个是 PK 了几场。哎，反正他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了。不过我知道他是 KO 的人不多。我是难得家里人才告诉你的，你给我保密啊。其实，你跟很多人都说过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很保守秘密的。哎，不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薪金呢也是老三单给他发的。哎，我敢肯定，他不说他真名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名字太错了。我再给你介绍另一个高手，他以后见到他一定要绕道而行，千万不能跟他也见过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薇薇师妹啊，没看到吗？我们全公司就像一个和尚庙，就是拜他所赐。这大哥他看见女的就写不出来程序。这么严重啊？不过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依我看呀，他就是太好色了。然后呢，自制能力又差，见着女的就走不动道，所以说眼不见为净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在一个江湖中，这些人就是江湖上各有怪癖的高手。哎，不是说有3大神手吗？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呀，就是那个小白脸。美人师兄啊，感觉好像画风不大对啊。是吧？是不是突然之间就幻灭了？倒还好，其实美人师兄的气质还是不错的。也是，有的时候吧，没有丝毫的气质也是一种气质。哎，对，薇薇，在公司呢，以后也可以叫我愚公师兄，但是不要叫他木扎他。那叫他什么？江湖人称梅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表演胸口碎大石。来，师妹，喝个饮料压压惊。还有就是我们的行政部了，行政部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的，你要记住一点，一定要对他们好，因为他们是决定你3荤1素有饮料，还是3素1荤没有饮料的。啊！哎呀，工作介绍完了，现在得想想第一份任务给你安排什么呢？有了，最近手游测试，阿爽负责跟进，你就跟着阿爽吧。哦，阿爽，阿爽，新人交给你了，好好相处。薇薇，相信你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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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走，等等，你别走啊！你好，我叫贝微微，我能叫你阿爽师兄吗？我知道，你别靠过来，你也别叫我什么，反正我不带你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但是，愚公让我跟着你做事情。那你去跟老大说，我不带你。他现在在忙，你别紧张，要不我先过去，如果你有事情再叫我。居然派一个女人过来，女人会搞什么呀？女人搞 IT 越搞越乱。你都没叫我做过事情，怎么知道我只会添乱？就是啊，你还没给人家安排事儿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只会添乱啊？你别以为 KO
招着你，我就不敢揍你。哼！来呀来呀来呀！KO 劲儿帮我怎么了？是不是 KO？嗯哼。那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手机测试报告，第20页。手机测试不适配问题。有几款手机不适配，你把它们都找出来，进一步分析，做成报告。那找到这些手机有经费吗？最多600块，超过不报销。啊，还有，你最好明天中午之前给我。自己随便找一个隔壁的空位子坐下当工作桌。好的。还有，做不好别来找我了啊！最好别来公司了。我会尽力的。加油！加油，我相信你。这些手机怎么都没听说过呀 ？GESO 没有，这么冷门的机器，真的有必要做测试吗？哎，试试这个 XFLEX， 好绕口啊！哟，1200，买肯定不现实，借的话现在又没开学，同学们都不在，难度也很大，该怎么解决呢？算了，我先把报告看一遍，了解一下手机测试再说。老三，电话会议结束了。哎，先说好啊，这回我来可不是说这话话的啊。半山，不知道他今天是脑子抽筋还是吃错药了，竟然把三嫂安排到阿爽手下。阿爽什么样谁不知道啊？这三嫂落到阿爽的手里，让你做的优化你完成了吗？咱能先把工作放一放吗？我这一腔热血的啊，担心这三嫂的安危来跟你汇报。你看你。对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最新的消息吧？咱们的手游不是有几款手机不适配吗？阿爽竟然让三嫂把所有不适配的机型全部找出来做进一步的测试，这有必要吗？按我来说，这就是在浪费人力和物力。要我看啊，阿爽就是在故意的刁难三嫂。哦，就这样。没什么事情，就回去工作吧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！哎，你真忍心看三嫂被人欺负啊？就当是新手村任务，我自己带他，这会更难。哎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还真是无毒不丈夫啊！我中午约了人，你和愚公他们吃饭。
好，我跟新手村村长吃饭。你的饮料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居然把三嫂分配给阿爽。当初三嫂出现在公司的时候，阿爽就已经很不爽了。你居然还让他带三嫂，合适吗？我这叫以毒攻毒。看看咱们公司一个一个的，全是寂寞男青年。唯一一个女同志，薇薇同志，还已经名花有主了。我要不采取点措施，我们这些单身汪汪怎么办？看我们三嫂这么的强悍，一定能把阿爽给治好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就能招妹子了。哼哼，好像说的有了妹子就有人要你了一样哎。增加概率，懂不懂？三嫂，阿爽上午给你安排什么任务了？找手机。找不着去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阿爽让三嫂在明天中午之前完成手机不适配的问题报告。哎，你说有必要那么着急吗？再说了，那些不匹配的手机啊，估计早就不见了。对呀，这不明显在这刁难人呢吗？三嫂别着急，我帮你打他。不，我让肖奈管他。不用不用，这点小事就别麻烦肖奈了。而且我觉得，阿爽有点瞧不起学 IT 的女生。如果我去求肖奈，他岂不是更有理了？还有这事儿呢？有，我都听到了。他说呀，女人搞 IT 只会越搞越乱。不过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能让阿爽对学 IT 的女生有改观。什么办法？保密。就今天你吃最多，我跟你说，就你吃最多，吃过。哎，老三，你怎么才走啊？约了1点。我看到你自行车在那边，车钥匙借用一下。这是办公室的钥匙，自行车的钥匙在办公室的抽屉里，自己去拿。办公室钥匙。我先走了，自己处理小心点。拜拜。我一定得说说他，这个老三怎么能随便把办公室钥匙给别人呢？万一三嫂是个内奸，把代码偷走了怎么办？如此行事，成何体统？哎，大哥，你以为有了钥匙就能偷代码了是吗？老三多精明啊！一个代码128位非对称组合排列的密码，也就是说，你不仅解不开，说不准还会击毁人亡。那么三嫂加钥匙，也就是没有用的。原则问题，可什么？我要是内奸啊，就先把你们2个按金卖掉。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啊？大家都走啦？聚餐去了。啊，那你是在等我吗？我也是回来的晚，没赶上。那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我叫了外卖，夫人去咱和我一起吃吧。阿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？手游测试版有几个机型不匹配，阿爽让我明天中午之前出一份分析报告。明天中午。解决了。算是初步解决了，找全了那些手机，只要安装游戏测试，就可以完成报告啦。哎，我给公司省下一大笔钱呢，买全手机，还省了差不多500块。
夫人这是在邀功？对，就是在求表扬。没什么好表扬的，省下的钱，一部分都是你的。啊？按照我的股份计算，大概250属于你。你才250呢。你爱吃的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对了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把我交给阿爽。其实我很怕一开始你就带着我，那多尴尬呀。总之，现在这样很好，我很期待阿爽接下来会给我什么新工作。夫人想多了。嗯。把你交给愚公只是省事而已。你又骗我！排骨你不要吃了，都给我了。GESO 第2代型号手机，游戏过程中出现闪屏问题，可能存在显卡问题。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，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才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啊，阿爽师兄，这是进一步的测试报告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款机型会出现的具体问题，还有频率，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，仅供参考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所有不适配的手机，不过我没有超过预算，反而只用了150块。我
我找了一些二手店和手机维修站，以每台每天15元的价格问他们租了这些手机。不过今天只要按时还回去就可以了。阿爽师兄，按照你的时间和预算要求，我已经完成了报告。如果你对我目前的工作还算满意的话，有其他工作也欢迎交给我。你先走，我看看报告。12点了，记得吃饭哦。还有，今天我不和你吃饭了，我要去接二喜。早去早回，下午不许迟到。阿爽师兄，你叫我啊？对，手游最后一关的 BOSS 还没有做掉落测试，你在电脑模拟器上做一下。好。对，掉率是1/1000，所以你至少得做几万次才有准确的数字。你统计一下概率，告诉我，去吧。好的。哎，阿爽师兄，我想请问，之前我写的报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我没有给你添乱？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来去做吧。棒，平，就你了。哎，不会又欺负你了吧？没事儿。几万次，那我要刷到什么时候啊？这类 BOSS， 我在倩女里刷过很多，特点就是血厚。如果不在一定时间内打败他，他就会陷入狂暴状态。哎，我可以设计一个后台小程序，让电脑自己帮我刷呀。不是让你做掉落测试吗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不要以为报告没问题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阿爽师兄，我想做一个后台小程序，让电脑自己刷，这样可以更快一点。你看，谁让你用自动程序了？你们女生就知道偷懒。帮我买份感冒药呗。谁感冒了？阿爽感冒了，我呢要去给他买感冒药。这不吗？刚接一电话，让我传一个紧急文件给客户，帮我跑一趟。好吧。怎么了？如果阿爽师兄知道是我买的，会不会宁死不吃啊？那就等他吃完了再告诉他，他还能吐出来呀。怎么回事？师妹，
叫你买个药，怎么买成这样？不关愚公师兄的事儿。好吧，好吧。那阿爽不是感冒了吗？本来是我去给阿爽买药的，完了我突然接了一个客户电话，让我发一个紧急文件，就让薇薇师妹帮我去买了。衣服。啊。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加班了？回家。我衣服都湿了，把你车弄脏了怎么办？这不是去小林家的路啊。去我家。你家？近一点。还有，不用担心会把我家弄脏。进来吧。我这里很少来客人，你穿我的拖鞋。那你怎么办啊？在客厅等我。拖鞋只有一双，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。下雨天，怎么不带伞就跑出去？冤枉！我出去的时候雨都停了，谁知道回来的路上又下起来了。阿爽难为你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那，你多没面子啊！委屈吗？才不啊！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而且阿爽师兄，应该对我也改观了。遇见你，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。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。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。搭配爱情的美妙，只有我们知道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
微微，把湿衣服换下来，没穿过的。大神的衬衫和裤子，不要。难道你要我穿过的？哎呦，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，很小清新嘛。随便拿的。三嫂呢？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？今天周六。而且，他感冒了。哼，巧了，阿爽也感冒了。这下雨天回去吹了空调，肯定会感冒呀。老三，你也注意点啊。嗯。老大，你家属他生病了。对，有点感冒。愚公和我说了，说是为了帮我买药，还淋了大雨。差不多。其实我不是故意为难他，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你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什么，我把它交给愚公，愚公交给你，工作范畴内的事情，当然由你来决定。不过，最早我以为你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，所以排斥女性，后来发现。你或许只是对女性 IT 工作者有看法，在这点上，我希望微微能够改变你的看法。我吃过亏。人和人总是不同的，别一概而论。不过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老大，你家属他，我是说，贝微微，她真的不一样。你怎么还没起床呀？今天是周六，我要睡懒觉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今天公司加班，实习生都有双倍工资呢。300块，我来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微微，能不能拜托你件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那个，我最近不是在练锻造术嘛，可是时间快来不及了。你今天休息在家，不如帮我练一下呗。锻造术？对呀，我想送朋友一把最顶级的剑，可是现在上班时间来不及。如果你白天帮我练，晚上我回来再接着练，肯定就来得及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赶快上班去吧。爱死你了！回来给你带果汁啊！
千万不能被儿媳看到。快点盖上，快点盖上！天哪！快点消，快点消，快点消，快点消！哎，好了吧？再来点儿。喂？这么久才接电话，吵醒你了？因为不想接你电话。那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？我的游魂。身体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感觉还好。我要是感冒了，就都怪你。如果你昨天把我直接送回家，就不会感冒了。你家有舍友，不方便。肖总，你的上班时间到了，请专心当你的码农。再见。中午过来一起吃饭。抱歉，你的手机已欠费，短信未发送成功。最好在下一秒。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。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小。喂，薇薇，锻造书练的怎么样了？我提前下班了，但是要赶去一个朋友家里喂猫，暂时回不来。你万万记得帮我练啊！好，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这速度嗖嗖的。谢谢。喂，二喜同学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我是曹光。曹光？你怎么有二喜的手机啊？那个说来话长，二喜被我们家的猫给咬伤了，我现在跟他在医院，可是他怎么都不肯打狂犬疫苗。二喜伤得严重吗？伤口不大，但是流血了，针肯定是要打的。不过他这个人太轴了，我劝不动他。要不然你来一趟？你们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在那个蓝田社区医院。好。好像不热呀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带过去。
你不用来了，儿媳被猫咬了，在医院呢，我去找她。哪个医院？我接你们。好。跟我来吧。掉到坑里面了呀！你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手机还。喂，伤口给我看看。你的猫打过针吗？打过了呀，可是还是会有几率传染的。听话，打针。 1000多啊！我2个月生活费呢，而且肯定不会有事的，我干嘛浪费这个钱呀？你好烦呐！从我的债务里扣不就行了吗？唧唧歪歪的，像不像个男人？还把薇薇给叫来。什么欠债？就是上次我们拍毕业 DV 嘛。 我们把 DV 机给弄坏了。不是我们，是你 ，you，just you。反正最后我们2个平摊嘛。他先把钱给垫了，然后还让我为猫还债。你欠多少？已经还了2000了，还差3000呢。我这还有一点，要不我先给你还了吧？不用，薇薇。够了，谁让你们还钱？曹光发什么神经啊？管他发什么神经，你跟我去把针打了，走。哎呀，不去，薇薇。听话。不去。走啊！薇薇，不是吧？为了让我打针，你把萧大神都惊动了。他不会在门口遇到曹光了吧？情敌香。哎呀，我突然想打针了。我也不知道儿媳怎么跟曹光。你发烧了。刚刚电话里你的声音就不对，穿那么多也不觉得热。你不知道自己发烧了？我没觉得烫啊。薇薇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针打完了？哎，你先别管我了，看看你还烧不烧？好像还是有点烫。你刚才晕倒了，把我和大神都吓坏了。还在烧，再睡一会儿。我好累啊，我要睡觉了。不打扰你了啊。谢谢。他平时挺正常的。你这个舍友，一直很聪明伶俐。体温计呢？拿出来，再测一下。嗯。39度。怎么升这么快啊？明明之前都不烫了。知道教训别人不打针，自己呢？
快去房间，躺好。我去倒杯水。雨水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浸透我的衣角。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。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其实真的没觉得怎么难受。根据经验啊，都不用吃药，明天肯定好了。闭上眼睛，睡觉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的时候别忘记把门关好。那我走了。嗯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你对我多么重要。不会吧？你还在啊？你不想吃药，晚上也许会烧得更厉害。我留一会儿。我好像好了。退烧了。我想过了，以后还是把你放身边带着。啊？你不是在游戏里很喜欢当我的跟班吗？继续当吧。可是，阿爽师兄给我的任务我还没完成呢。不理他了。我心疼了。早上我跟风腾通话，发布会的时间会提前到9月底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尽快解决。哦。经过1个多月的赶工，我们的 demo 初步已经完成了，不过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优化，比如打斗时动作的流畅度，还有衔接方面。哎呦，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着急吧。咱们的这个动作的流畅和衔接已经超过其他游戏了。再说了，除了老三你这变态的眼神，谁能看得出来这么一丝丝的跳变呀？反正我是绝对有信心拿下这个任务。就是要不我们等优化之后再做。我来做吧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呢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。不过老三，这个游戏是给所有人玩的，咱们这款游戏低端显卡带得起来吗？所以我打算进一步优化算法，在同等画质表现下，尽力压缩模型面数和贴图像素。哇，老三，你这个自虐的可是有点超凡脱俗了吧？你自己一个人做？原理不难，
要实现很难，时间很紧，我回家走吧。1个多月的时间，也不是很紧。今天就先到这儿。对了，阿爽，有一件事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。我最近手下有点人手不足，想跟你借调一下你手下的员工。薇薇，你好啦？是啊，我恢复得快。切，明明是你家大神对你使了温柔法。错了，是精神疗法。我今天啊就可以看到大神他们的 demo 出版了。送，注意你的女神形象。是，请用膳吧。我说的是女神，又不是女仆。你这叫人逢喜事精神乱呀！哎，你今天也去上班啊？去呀！我还准备领了工资之后拍死那个曹光。早上我转账给你了。啊？你呢，先还给曹光，然后呢，我就成为你最大的债主。赶快赚钱，我只剩600块生活费了。喂，太好了！难道说我就是你的优乐美吗？我可不想捧你在手心。以后这种事啊，早点说。啊，你太好了！哎呀，好了，你的债主就要被你勒死了，放手，快吃饭。三嫂，病好了吧？是啊，好多了。气色不错嘛。你来吧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终于算是熬出来了。老三呀，终于是把你给领养了。师兄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出神入化？哎呀，不要注意这些细节。给你准备的橙汁儿，每天多喝果汁，保证你美若天仙。老三呢，对你死心塌地的，你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你们两个长长久久，你万寿无疆。你可拉倒吧！哎呦，老三那什么呀，最毒老三心，你们不知道。我隐隐的感觉到，三嫂正在准备迎受着更大的折磨。我屁啊！老三那是心疼了。我心疼了。阿爽师兄，我还是会把你上次交代给我的工作完成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有始有终。不过，我还是觉得用后台程序更有效率。希望你认同我的想法。是这样的，我承认，我故意为难你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买药呢？买个药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三嫂啊，你就是太耿直了，你对他再稍微给点安慰，你就拿下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那个三嫂说她渴了，我就给她倒了点果汁。其实我一直都在忙，我特别的……我手机怎么不见了？我手机呢？午休的时间到我办公室，利用休息时间，我给你介绍一下端游 demo 的情况。好。这是 demo 的美术风格展现，再试试技能设定。哎，等一等，这个操作我还不太熟悉，再玩一次。
这个动作真的好流畅，简直就像真人在拍武侠片一样。还有一点欠缺，招式连接应该更自然一点。先吃饭吧。完全看不出来。你先吃，我再玩一会儿。哎，小姑娘要买什么？进来看看，我们新进的头花可漂亮了啊！这个老板的表情怎么这么谄媚啊？我觉得有点像愚公师兄呢。它是原型。哎，不买就算了，别挡在这里影响我做生意。哎，这个 NPC 很智能啊。先吃饭。哎，这个 NPC 的人工智能程度很高吗？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个深度行为树，很复杂，是我们的优势之一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跟我玩过的其他游戏都不一样，特别的有生气。游戏里的每个 NPC 都好像活的一样。刚刚在游戏里的时候，就好像真的进入到一个新鲜的世界。哎，而且打斗也特别过瘾。我刚刚试了一下轻功，招式那么多，衔接那么流畅，操作起来特别帅，简直可以用来直接拍电影了。目前这个 demo 比较小，主要展现战斗系统，以后还会有独立的生活玩家系统加上去。你是说，新游戏里会有独立的生活系统？和战斗系统完全独立的一套玩法。独立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说，玩家到了游戏里可以不练级打副本，只是种菜或者开店之类的？生活类玩家其实占据很大的市场，以往的端游往往会把生活系统作为辅助，等于直接放弃了这类玩家。我们的端游会最大程度地模拟真实的世界。不仅仅有战斗，还有普通的生活。当然，如果玩家想两者兼收也可以。你说的我都想玩了。端游的地图那么大，肯定很过瘾。以前我也玩过农场什么的，不过地图实在太小，玩几天就没意思了。不过现在的游戏，要么以战斗升级为主，生活类为辅；要么以生活养成为主，加一点点战斗。两者并行独立的并不多见。主要是因为引擎的关系，我们是自己写的引擎，可以跳出这些限制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自己创业的因素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达成我对游戏设计的执念，也可以创造出我理想中的游戏世界。发什么呆？上车。而且将来在端游内测之前，生活系统的手游版就会先行上市。生活系统手游版，等到端游公测的时候，我们会在手游版上宣布3D 端游家园的视频，并宣布端游游戏运行一段时间后，手游和端游会实现数据共通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是手游玩家，就一定会去端游看看。你真是太狡猾了，简直是想把各种玩家都一网打尽嘛！我觉得家园系统还可以再加点东西。尤其是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。这首曲子怎么样？肖先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呀？想法成熟了，写报告给我。
夫人为何邀我再下来讨回公道？真的是第一次谈恋爱啊？嗯。那你也太熟练了。看到你就无师自通了。下午还去吗？不去，实习生又没有工资，周末我要休息。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莲那儿了。让我看家，这里又不是我家。哼。零售系统的新鲜玩法。对啊。好多天没喂我的小老虎了。对不起，最近太忙了，都把你给忘了。哎，不过大神的老虎应该也好久没喂了吧？我去收购点食物，你就留在这乖乖看家，不要乱跑哦。这句话怎么有点耳熟啊？那你看家吧，别去小莲那儿了。蝶梦。微微，微微，你上线啦！妮妮，你也在，好巧啊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工作太忙了。微微，你还说蝶梦，你自己也好久不来啦。好吧，我也是工作太忙了，我最近在实习呢。哎，看来就我是仙人。哎，难得咱们3个能聚在一起，一起去下个副本怎么样？好啊。我好久没玩了，操作可能有点生疏了。没事儿，那先来个难度一般的热热身，反正有微微在，肯定能过了。小心！2个月没来，我竟然连 BOSS 都不会打了。我去 NPC 那儿修下装备。蝶梦帮主最近心情不好呢。怎么了？可能刚刚回到帮里不习惯吧。这2个月帮里的老人走了不少，来了很多新人，都把小雨夭夭当神似的，好多人都不认识蝶梦帮主哎。战天下没把帮主的位子还给他？没有，而且现在蝶梦帮主的等级、修为也都没有战天下高了。小雨青青也还在帮里，这个女人真是讨厌。要不是舍不得帮派，我早就走了。
蝶梦和战天下和好啦。我问过蝶梦帮主，他说他前阵子生病，战天下一直照顾他，他就心软了。哎，不说了，蝶梦回来了。还打吗？算了，我这边网络也不太好，老是掉线。我们坐着聊聊天吧。微微，你刚刚说你在实习，在哪里实习啊？在帝都。你好认真啊，暑假还跑回学校实习。算是吧。微微，你在帝都？你现在有空吗？不如出来一起喝个下午茶吧。去吧去吧，真羡慕你们在一个城市，要是我也在帝都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在哪里见呢？你是不是在学院区？是啊。学院路那边有家叫 Red 的咖啡厅，我们约在那儿好吗？好啊。我穿墨绿色长裙，白色上衣，手机号码是196。微微，大神。你就不能用正常的聊天工具吗？这样方便。这很吓人，好不好？忽然想起来，亲戚家的别墅空着。啊？他家有游泳池，要不要去游泳？我觉得夫人有必要强身健体。游泳？话说，肖娜游泳比篮球更强哎，也不知道游泳比赛是什么样子的。要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，但我会旁观。对了，一会儿我要跟蝶梦见个面。蝶梦未醒。是啊，他约我见面聊天，就在学院路那个叫 Red 的咖啡厅，喝个下午茶，不会很久的。到时候我直接接你去游泳。对了，你把我的泳衣带上。在卧室衣橱下面。泳衣？微微。知道了。大家已经连续加班2天了，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更有效率。这什么情况？这还是真的好啊！真的假的？太好了！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强制性的。啊！快拿包快！飘，我们去吃那家可燃妹吧，看你能不能偷艺。哎，老三，一会儿干嘛去？游泳。带我一起去呗。不方便。哦，不方便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方便，拜拜，老三。
白色衬衫，墨绿色长裙。你好。你是芦苇微微？你好，蝶梦。你真的是芦苇微微吗？是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你真人这么漂亮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哎，服务员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奶茶就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微微，我真的没想到你真人这么漂亮，真是太让我意外了。小雨家族那帮人还成天造谣，说你不是丑就是人妖。他们要见到了你真人，一定无地自容。还有那个真水无香，什么眼光啊！他要见到你真人，一定后悔死了。蝶梦，我们不谈别人了。你看我，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跟你说这些陈年旧事，都弄得你不高兴了吧？我不会不高兴。他对于我来说，跟其他陌生人一样。你能这么看得开，真好。那像我，总是放不开。之前因为小雨亲亲，我都准备结束和战天下的恋情。可是，他突然又对我很好。那段时间我生病了，他就忙前忙后，一直陪着我，照顾我。所以我又和他和好了。那挺好的呀，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呢。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。这变了质的感情，和变了质的东西，是一个意思。不能留，只能扔。虽然我们重归于好了，可是那种感觉再也回不去了。他觉得我能原谅他一次，就可以原谅他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所以他就越来越过分。微微，真的觉得好累。蝶梦，别难过了。和你聊了聊，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。要不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晚上我约了人学游泳。啊，和男朋友？像你这样的大美女，男朋友一定对你死心塌地的吧？既然你约了人，我就不耽误你了。你先走吧，我在这儿再坐一会儿。今天我买单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都已经上班了，你还是学生呢，没事的。好，那谢谢你，下次有机会我请客。喂，我结束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
那我在咖啡厅门口等你。你泳衣买了吗？等我一起去买。那就一起去买吧。我已经看到你了。你别过来，这附近有个商场，我自己去买。小姐是要买泳衣吗？啊。哎呀，看你身材这么好，这款特别适合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买好了，速度很快。不赶不快。泳衣虽然买好了，但是也不一定要穿啊。反正我就不下水，你还能拉我下去啊？一会儿还可以拿手机拍照，我的计划简直完美无缺。先换衣服。啊？我的泳衣呢？怎么拿到这条？这条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条是我拿到校际联赛的游泳冠军后，姑姑送的。我从来没穿过。不喜欢吗？我倒无所谓，只是没想到，原来微微你喜欢这种款式。什么款式？竟然是这种短小的款式，我的爪子怎么这么犀利呀？我要是说这是随便抓的，大人会信吗？不是说围观的吗？怎么进来换了呀？
我开车不方便，帮我接一下。好。难道是广告啊？喂。这是我妈的电话。教授好，那个肖奈开车不方便，我帮他接一下，我现在就还给他。妈，你们那儿有信号了？是，刚刚从山里出来。哎，那个被你骗来的小姑娘在你身边呢？她到公司实习，我们刚下班，先送她回去。哎呀，刚才真是把我吓一跳啊！没跟她聊两句，不过听这声音啊，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。看情况。什么看情况？不过要是欺负了，也一定要负责任啊。妈，我开的免提。小乃，贝微微同学，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啊？就这样吧。我觉得你接一个电话，3个人都恨你了。我讲，我这方面的实力一向很强。不是在夸你，还有，为什么你来电都不显示名字啊？记得住。雨水滴在我的外套，思念浸透我的衣角。你给的暗号，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。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。敦睦命，欺负一下。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。哎，坐那儿吧。坐那儿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谁点餐？啊 ，KO 师兄，你点餐吧。不用了。我来。哎，微微师妹，我怎么发现你好像从来没有叫过我好师兄呀？我要是这么叫你，大神会灭了我的。为啥？好师兄，好师兄，好师兄，好师兄。哎，算了，别这么叫了，这么叫完之后，大神不会灭你，只会灭了我。好险，差点丢了小命。我点，安慰一下我这小的心灵。哎，发没发现，老三自从有了三嫂以后，就变得非常的娇嫩。以前中午来不及吃饭，也就是包子就有白开水。你再看现在，看什么都有，真是无微不至啊！以前他只吃包子喝开水。何止啊，忙起来连包子都没有。看看微微师妹一脸心疼的表情。是啊，我发现他对吃的真的不挑，居然让我帮他带炒饭，那营养多不全面啊！以后大神的均衡营养就交给我了。哎，一会儿再配个爱心果汁，有吃又有喝的，均衡营养100%， OK 啦！啊，救命啊！闪瞎我的双眼。嗨，想当初啊，我也有段真挚的网恋摆在我的眼前，可是当时我没有珍惜呀。现在想想啊，还真是追悔莫及呀。好师兄，
网恋是不对的。那你跟肖奈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是网上相识，现实相知，然后你那段跟谁啊？说来听听。嗨，我那段啊，不是《倩女幽魂》里的。我在玩《倩女幽魂》之前呢，玩了一个游戏叫做《幻想星球》，我玩的是天一。我知道这个游戏，但是好像天一只有女性玩家，你玩女号啊？嗯哼。当时那个游戏里面呢，只有这个人物设定符合我的审美。然后呢，我的很多朋友都结成了侠侣，我就也想找个侠侣。一般都是男女结成侠侣，师兄你的是女号，难道你要找男性玩家啊？错，我要找的呀是妖人。这也行？那当然了，那个游戏里面有一个男性角色叫做花剑。设定的非常的女性化，这一般的男孩啊都不会玩，反而呢很受女孩喜欢。我当时就想啊，我去找一个花剑，我还特意找了一个名字很诗意，一看就是女孩的，叫手可摘星辰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豪迈，很有气势啊！为什么一定是女的？我当时也想啊。只有女孩子才会想摘星星嘛。当时我还为了表示我的深度，特意没问她这个性别的问题。结果后来知道了，她是妖人中的人妖。哎呀，好复杂。那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人家是纯爷们儿。然后呢？后来就没后来了呀。自从我知道他是个男的之后啊，我就再也没敢碰那个游戏过。美人师兄，你居然指责别人，其实你就是假扮女玩家，欺骗别人感情，还始乱终弃的渣男。我不是渣男，我最开始的目的我是很单纯的。你所在的服务器是不是叫长安月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手可摘星辰。耶！哎呀，我肚子好痛，没事，赶紧送我去医院。这么严重？耶！电闪雷鸣太可怕了，眼神对阵好激烈啊！这简直就是缘分呐！绝对是孽缘。师妹，师哥，等死吧！肖总，你让我带的炒饭没有了，我就随便带了一些蔬菜牛肉米饭什么的，你不介意吧？随便吧。麻烦贝小姐再帮我倒杯水。早有准备，给。大神，请慢用。今天怎么这么贤惠啊？贤惠乃吾本性也。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，蝶梦约了我，上次他请客，这次我请回来。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你逃避陪我去游泳。你想多了，小总。既然如此，咱明天去。行了，去赴约吧。不过晚上有雷阵雨，不准淋雨，听到了吗？遵命。那别忘了喝我带给你的爱心果汁，拜拜。
这位大小姐，上车吧。就是真水啊！你就是夭夭了。刚才我们在门外看见的时候，完全都没有想到啊。是呀，虽然看过照片，但真的没认出来。夭夭，你比照片更好看。好了，大家差不多到齐了。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随便点。服务员，菜单，我们就不跟土豪客气了啊。哎，芦苇微微怎么还没来呢？蝶梦姐，她什么时候来呀？不会是不来了吧？她一向言而有信，肯定会来的。我们很期待呢。这么高档的地方，我带的钱不会不够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大不了这大神过来就炸。旧菊轩，听上去怎么像个包间的名字啊？他已经到了。啊，芦苇微微到了，来了。哪个？蝶梦姐说芦苇微微可是一名美女哎。好想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对啊，蝶梦姐，那芦苇微微有没有夭夭漂亮呀？来了不就知道了。当然没夭夭漂亮了，夭夭可是全服第一美女。好啦，不要这么夸张了，什么人都拿来跟我比。好好好，不比不比，我们夭夭哪是一般女孩能比得了的呀？如果不是你，天下就不会认识小雨青青，我和天下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的痛苦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小姐这边请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人来了啊！开玩笑呢，这也算美女啊？是吗？小姐里边请。
聚会真是太好了。聚会？帮我个忙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。那个给你留了个座，在那儿，我们过去坐吧。是美女啊，真是没想到。你是芦苇微微？是呀，真漂亮，就是美女一枚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芦苇微微。怎么可能？你骗人！就是，说谎也不打草稿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过芦苇微微的，根本不是你这个样子。你们见过芦苇微微？当然，真正的芦苇微微在真水的公司打工，不仅人长得很一般，就连衣着品味也很差，一身的格子衬衫，标准的一个 IT 女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扮芦苇微微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芦苇微微不敢见我们，所以花钱让你来的吧？格子衬衫。今天少东家的女朋友们来了，我算是开了眼了。女朋友们，反正是一帮女的，长得都一样，穿的也都一样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我堂堂一届高能实习生啊，今天被他们当丫鬟一样的给使唤了。我的白球鞋还被他们泼了咖啡，洗了一晚上都没洗掉。不要活了！原来就是他们折腾二喜，太过分了！我要帮二喜讨回公道。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个。游戏里，肖像的名字有很多。你们以前不是也有个小号，叫芦苇微微吗？而且，就算他真的叫芦苇微微，也可能是别的服的。怎么可能那么巧？你肯定是假的。你们不信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你们谁带了电脑？啊，我带了。我也带了。对呀，用电脑登录一下，不就可以证明身份了吗？那怎么就能证明身份了？真要是冒充，肯定连账号都有吧？账号可以冒充，操作可冒充不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和你们4个人 PK， 如果连赢4场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我就是芦苇微微了 ？PK？ 怎么，不敢吗？挺好的呀 ，PK 一下。芦苇微微的操作可不是谁都能冒充的。是啊是啊，不然都不知道相信谁了。PK 就 PK， 谁怕谁呀？你真的是芦苇微微啊？是我们弄错了 ，PK 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是来聚会的，何必打打杀杀？这种网游聚会 PK 才有意思啊！
说好4场就是4场，怎么不敢打了？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应该是我们弄错了，就是让给我个面子。今天大家聚会嘛，何必搞得火药味这么重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深水无香。是你呀？那这样，你带他打也可以。我怎么能欺负你一个女生啊？那就别废话，开始吧。吊打了。是啊，小雨悠悠好惨啊，芦苇微微吊他玩呢，不打死，简直跟猫捉老鼠似的。喂，芦苇微微，你要 PK 就 PK， 这样捉弄人算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捉弄人有没有意思，你们应该最清楚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刚刚打了3场，有点累，所以想休息一下，慢慢打。真水，真水。啊，游戏嘛，别太认真，玩玩而已嘛。就是呀，瑶瑶，大家玩玩而已嘛，认真你就输了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芦苇微微了吧？证明了，证明了，微微你太棒了！真的想不到，芦苇微微不仅不是传闻中的人妖，还是这么大一个美女。哎，你以前可太低调了啊！本来吧，我觉得这小雨夭夭还蛮漂亮的。是呀。可是这芦苇一来，我就感觉她简直就不存在了一样。就是夭夭现在都成了背景板了。大家现在都没有疑问了吧？我们本来就是来聚会的，又不是来怀疑谁的。夭夭、青青啊，你们俩什么都好，就是疑心病太重。微微，咱们过去坐，大家也都回去坐吧。走吧。太棒了！芦苇啊，我是战天下啊。之前呢，咱们在游戏里面有点误会啊。但是既然咱们今天都已经见面了，我觉得就把以前游戏里那些事儿给忘了。当然了。这几位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，你们刚刚已经不打不相识过了啊。芦苇，你还和真是和游戏里一样强悍呢。你也是。啊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服务员，可以上菜了，再加1只东星斑，2只澳龙。好的。太贵了吧？真水，你太有钱了。没有，大家开心嘛。要不是真水，咱们今天怎么能来这儿吃呢？随便哪个菜都是3位数。是啊，真水一向大方，走到哪里都要请客的。微微，你这条裙子真好看，花多少钱买的？随便买的，忘记了。啊。哎，微微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叫我芦苇就好了。哦。微微，我记得你也是学生啊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我们学校的饭很好吃。庆大的牌子，北里的饭，北外的姑娘，北航的汉。原来你是北理的呀？学什么的呀？计算机。哎，我也是北理计算机的呀，可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这么不巧啊！
想误导一下他们，正好被撞上。现在很多职业女性啊，都爱说自己是大学生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能有这么肮脏的思想？你是哪个分部的？啊，全山分局。大三，你才能搬到本部吧？原来你是本部的师姐呀，怪不得我没见过你。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比我大。下雨了。没事儿，咱们一会儿去旁边 KTV 唱歌，淋不着雨。唱歌去！哎，这个我同意，这个喝一杯，我特别喜欢唱这歌。我唱歌必须的，特别好。喂。雨太大了，回来接你。嗯，那你现在过来吧。你男朋友啊？嗯。哎，薇薇，你怎么这么急着走啊？待会儿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去 KTV， 你也一起来嘛。是啊，我还想听听大美女的歌声。哎，对呀，男朋友也可以一起来。嗯，难得见一次，这么早就走了。对呀。不了，我就不去了，晚上还有点事情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们去唱歌吧，不用陪我。那怎么行呢？让大美女一个人在雨里等男朋友，不合适吧？就是啊。对呀。他马上就过来了，没关系的。唱歌嘛，多唱一首少唱一首的都不碍事儿的。是。我看呐，你们就是想等着看看大美女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吧？哎，我猜不只是我一个人想看啊。我倒想看看芦苇微微的男朋友到底长什么样。真水又帅又有钱，家里又是上市公司，在男朋友这一项上，我们泱泱肯定赢。竟然是他！你们慢慢玩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薇薇，要不叫上你男朋友一块儿，毕竟机会也挺难得的。不了，他性格比较内向，不喜欢见生人。走吧。喂，你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好几个男人结识过侠侣，你知不知道啊？
知道。这位帅哥，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只要他愿意和我在一起，我不会在意这些。可没想到你演技居然这么好。刚刚小雨轻轻是想挑拨离间，让你甩了我吧？没想到你却表现出一副就算我红杏出墙，你也无怨无悔的样子。大事就是大事。哎，如果我真的红杏出墙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不介意。我以为你会砍树枝呢。最多，你出墙1寸，我挪墙1寸；你出1尺，我挪1丈。